如果要评出全球最好看的丧尸电影，那《釜山行》绝对是一个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。该片一经上映，立刻引发全球观影热潮，某办超110万人打出8.6分的高分，常年霸占世界各大丧尸电影排行榜榜首。影片通过一场丧尸灾难，将人性的善与恶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各种辛辣入喉的黑色讽刺更是发人深省，结局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。话不多说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部被无数影迷封神的丧尸电影。故事开始，一个男人正在驾车回家，这时一旁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刚要伸手去接，突然咣当一声，车子好像撞到了什么。男人赶忙下车查看，原来是一只小野马闯到了公路上，看到新买的轿车被撞了一车血，男人直骂晦气，但也无可奈何，随后便驾着车扬长而去。可没过多久，被撞死的野马突然开始抽搐，接着一个鲤鱼打挺竟然奇迹般的站了起来。然而正是这只野马的死而复生，一场足以毁灭人类的末日灾难即将爆发。男主石宇是一名基金经理，每天忙于工作，让他对身边的亲人无暇顾及。这天是女儿小安的生日，在前妻的提醒下，石宇让助理去买了一份生日礼物。可打开礼物后的小安却闷闷不乐，因为这个礼物和儿童节送的一模一样。失落的小安说想去釜山看妈妈，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石宇就带着小安登上了一列开往釜山的火车。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将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旅行。在火车即将发车时，一个奇怪的女孩突然冲了上去，女孩上车后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乘务员见状赶忙用对讲机联系医务人员，可就在他焦急地等待救援时，女孩在他身后缓缓站了起来，乘务员瞬间就被这婀娜的身姿给吓傻。此时车厢里的乘客还在嬉笑打闹，突然看到一个女孩骑在乘务员身上走进来，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。随着乘务员被按倒在地上，很快他就没了动静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女孩紧接着又扑向了另一个人，而仅仅过了10秒钟，地上的乘务员也变成了丧尸。等乘务长跑过来时，车厢里已经乱作一团。看着一向吃素的女同事居然啃起了人手，乘务长果断往回跑，一路上疏散其他车厢的乘客。可丧尸变异的速度太快了，乘务长最终还是没能幸免。眼前的一幕把石宇吓呆住了，幸好这时小安在身后喊他立刻抱起小安开始逃跑。顷刻之间，无数变异的丧尸疯狂地向前涌入。看着慌忙逃窜的乘客，正在厕所外给老婆站岗的东哥也察觉到了异常，他赶紧把老婆秀琴叫了出来。秀琴刚出来就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，看到石宇抱着孩子被堵在了门外，秀琴叫东哥赶快过去救人。听话的东哥只好走上前去，可丧尸立刻就朝他扑了过来。石宇看准时机，赶紧侧身绕开，接着头也不回地跑。好在东哥力量惊人，一把将丧尸丢进了厕所里。石宇抱着小安终于跑到了安全的车厢，东哥和秀琴此时也正向这边逃跑。可眼看两人就要跑进来时，没想到忘恩负义的石宇竟然一把将车门关上。身后的小安大喊爸爸开门，幸亏东哥一拳超人附体，危急关头他强行拉开门躲了进去，随后用力顶住车门。石宇发现这些丧尸好像并不会用手开门，他让东哥把手松开，果然丧尸被困在了门外。随后秀琴用手和报纸把玻璃挡住，外面的丧尸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对于刚才石宇的行为，东哥气愤不已。然而面对东哥的质问，石宇不仅没有道歉，反而还义正言辞的狡辩。好在一旁的秀琴拉住了东哥，否则石宇这部戏就提前杀青了。这时列车广播发来通知，前方的天安车站已经无法停车了。只见站台上的人疯狂地拍打着车窗求救，但很快他们就倒在了丧尸的口中。列车继续向前行驶。通过电视和手机里的新闻消息，车上的人这才知道，此时韩国各地都在爆发一种丧尸病毒，包括首尔在内的多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。为了远离有丧尸的车厢，车里的人用行李箱抵住车门，然后集体向前面的车厢转移。石宇给小安找了个座位坐下，没想到小安却把座位让给了一旁的奶奶。看到女儿给老人让座，石宇不但没有表扬她，反而还提醒小安，在这种情况下照顾好自己就行，不要去管别人。就在这时，车上的广播再次响起，车长说火车将在下一站大田车站停车，因为那里现在有军队驻守，十分安全。石宇偷偷给军队的朋友打电话求证，朋友告诉他，大田车站的确已经派了部队去协防，但所有抵达车站的人都会被第一时间隔离起来。石宇知道这场疫情绝非寻常，以韩国政府的行事风格，集中隔离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政府的牺牲品。他以股票的内幕消息为交换条件，成功争取到了军方的特殊通道。不久后，列车就驶入了大田车站，站台上空无一人，看来这里的人们已经安全撤离了。幸存的乘客纷纷下车往站外走去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了。